在俄乌战争2年之际回顾这场战争，有人认为从战略角度上来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实际上在绘图板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设计也很出色，但是奈何自身的能力不足以支持其进攻战术，所以才落得个如今不上不下的结局。如果一切设想天遂人愿，那么乌克兰早已不是一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个俄罗斯联邦的地区和历史名词。也有人认为，之所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落得今日的结局，完全属于其规划和军力的双重落后，到现在也沦落到完全丧失机动力量和乌军一条战壕一条战壕争夺的结局。那么上面的这两种说法哪种更接近真相呢？今日的视频我们就来带大家剖析俄乌战争的几个阶段，从而全面剖析俄罗斯的战术究竟为何越打越难看。从俄罗斯一开始越过边境线进入乌克兰境内，根据俄军的态势，我们就不难认识到，俄军一开始的意图是通过一场精确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促成乌东领土成为所谓的独立共和国，并且武力惩戒乌克兰，废除乌克兰的军事作战能力，从而使俄罗斯面对北约的西部边界留下一个足够宽阔的缓冲带，遏制北约持续向东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所以在这种战略意图下，俄罗斯一开始的军事行动将会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在14年开始的克里米亚独立之后，经过世界制裁的俄罗斯已经无法承受一场冗长的拉锯战，并且经过叙利亚这一俄罗斯中东练兵场所得到的经验，俄罗斯武装力量在纸面上完全有能力进行一场惩戒式的肢解行动。而这种行动俄罗斯人非常熟悉，因为早在苏联时期，他们就在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等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这样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模式的行动中，最经典也是最成功的，当要数入侵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之春。以苏军为首的华约军队仅用了不到1周就完全控制了捷克全境，并且重新扶持了亲苏的政党领导人，整场行动可谓是兵不血刃。所以这也是俄罗斯武装力量进攻乌克兰时的首要目标，那就是和布拉格之春与所谓克里米亚独立一样，兵不血刃占领乌克兰全境。最次也是阿富汗模式，通过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直接击碎乌军的有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虽然这样会陷入治安战的地狱，不过好歹也算是达成了目标。第二步，陷入泥潭。那俄军真的达成了目标了吗？这个问题各位一定可以回答，答案是肯定的，绝对没有。实际上，由于俄军军改的一系列错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战斗力甚至不如当年能和车臣武装打得有来有回的俄军。实际上，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可以用一句传统的俗语一言蔽之，那就是看得看死，落得落死。由于 BTG 的实际意义就是将一个俄军旅内所有的好东西集合成一个加强营，所以实际上俄军实际上的作战能力正好印证了那个木头理论，占据了木桶最长板的 BTG 并不代表俄军的真实战斗力，而由大部分征召兵所组成的田线师恰好是木桶的那个短板，他们只具有基本的训练，高技术武器一概欠奉，并且在高烈度战斗面前缺乏应有的组织度。所以我们就不难看见，在整场俄乌战争中，对基辅这一战役目标，虽然投入了空降兵作为前期突击力量，但是由于后续欧集群的前进乏力，甚至上演了机械化步兵被轻装步兵在大平原上节节阻击的世界奇观。更可笑的是，作为突击力量最重要矛头的 BTG 竟然在突击路上因为油料短缺的问题，不得不一路突击一路弃车，等真的突击到目标面前，就连最重要的攻坚力量坦克和装甲车也扔得不剩几台了。在如此窘迫的环境下，俄罗斯不得不立即转变进攻模式，由向预定目标突击立即变成打得到什么就打什么。在北部由于突袭的失利，欧集群不得不撤回白俄罗斯休整，所以能够得到什么就打什么的战术执行重心就转向了东南部依然保留有相当战斗力的 Z 集群。进攻重点也由向基辅突击转为向伊托克里米亚、向黑海沿岸的马里乌波尔方向进攻，为已经在事实占领状态下的克里米亚获取更多的战略缓冲区，也可以以此威胁敖德萨地区，依托海军择机对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地区进行打击。
在拿下马里乌波尔之后，俄军的刀尖也在大规模的巷战消耗战中被磨去了最后一点点进攻能力，战线转入了相持阶段。尽管俄军尝试以乌东四周为基础向西继续进攻扩展战线，但是在大环境上来看，进攻的进展确实相当有限。但是进攻的进展有限并不代表着俄军的进攻没有战果。事实上，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攻势确实比较这时俄军不上不下的尴尬情况。而且由于充足的兵力和数量相当庞大的武器装备的优势，向西的进攻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并且直接让被独立的乌东部四周可以避免被乌军直接的地面进攻所波及。在取得了这样的战果之后，俄军就开始转入全面防御，和乌军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然，防御战中双方互打消耗也是有打法和章法的。如果一味地维持防守态势，虽然可以稳固战线，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将交战的主动权拱手相让。如果让对手掌握了主动权，那对手将决定在战线上的任何一点，以任何方式发起进攻，而防守方则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在乌克兰发起夏季反攻后，在困守利曼与伊久姆无果之后，俄军被迫后撤，与俄军隔着奥尔斯基河对轰，并且在巴赫穆特方向，俄军围魏救赵地开始了主动进攻。这些手段都表明了俄军在借助乌军自己的攻势，将战线的冲突点维持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在整条战线的一些地方借由被击退来稳固自己的防线，并且在这些冲突区内，俄军可以使用更低的代价持续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这招不仅狠毒，而且更是一招明谋。乌军为了夺回失地和防止俄军进一步扩大战线，不得不选择在这些俄军规划好的冲突区内和俄军进行持续的非接触消耗战。这样一来，在俄乌战争开始时，乌军所积攒下来的有经验的战斗人员，在这种消耗战中往往占不到什么便宜，反而还会被大量杀伤。而反观俄军，由于俄军的少量精锐在一开始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在这种纯伤亡的兑换中，俄军反而是有优势。因为单纯就俄罗斯的人口而言，用于征召上战场的适龄兵役男性是要远远多于乌克兰的。而且，虽然乌克兰在最近接受了不少北约援助的武器装备，但实际上俄军的武器装备更低廉，库存的数量也更多，不少装备只是简单翻新就可以达到上战场的水平。反观乌军，北约援助装备虽然在当下几乎零成本，但是却掉一台少一台，任何不可修复的损失都是极为严重的。所以，虽然乍一看上去双方的损失都差不多，甚至俄军的纸面损失要更大一点，但是实际上俄军确实是不怕这种损失，并且正在利用这种消耗进一步弱化乌军的战斗力。如果真要说的话，俄军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只是最简单的结硬寨打呆仗而已。但是在当下俄乌战争已经打成比烂大赛的现状来看，结硬寨打呆仗反而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因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不一定是你需要比你的对手更出色，也可以是你的对手比你更烂，而俄乌战场的现状就是后者最好的体现。而且当我们纵观从沙俄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结硬寨打呆仗这种方法是俄军屡试不爽的方法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仅次于用空间换时间的取胜秘籍。就比如在普京所指挥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俄军就绝不重蹈第一次车臣战争轻敌冒进的覆辙，在维持地面战线的同时，使用重火力不分青红皂白的覆盖车臣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同时地面部队绝不主动出击，反而是凭借着火力优势不断消耗的同时，地面部队保持战线，逐步蚕食游击队控制地区。这种打法虽然进展缓慢，但也代表着绝无犯错的可能性。稳扎稳打之下，不犯错的俄军自然会取得胜利。所以不难看出，俄军在乌克兰非常想复刻他们在车臣的胜利，通过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逼迫乌军有生力量消耗，最终不得不进行和谈。并且俄军现在也并不急于获得大规模的战役级胜利。从逼迫乌军逐步撤离阿夫迪夫卡来看，俄军现在正在逐步实行小包围小战果的想法，一步一步蚕食乌军的领土，试图积小胜为大胜，从而获得和乌克兰和谈的机会。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场战争中，如果你真的放弃了赢这个念头，那么在战略部署上讲，就很难彻底输掉这场战争。俄军目前就是这个想法，北约和乌克兰是毫无疑问拖不起这场战争。如果将这场战争转变为和一战一样的旷日持久的潜鏖战的话，俄罗斯不仅能保下克里米亚和东部四周，甚至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筹码。乌克兰在面对这种战术时要怎样破局，会是决定今年战争走向的关键所在。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视频见。